在过去20年里，中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复刻古镇热潮。所谓复刻古镇，就是在人为规划下复制出一座仿古风格的小镇，青砖黛瓦，小桥流水，看上去古色古香，但实际却是新建的。最初，这股热潮源于几个古镇旅游的成功案例，比如浙江的乌镇，原本只是嘉兴同乡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在旅游公司开发后，一跃成为全国闻名的景区，每年接待数百万游客，赚得盆满钵满。据公开数据，2023年乌镇景区接待游客超过770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近18亿元，净利润高达2.84亿元，可谓一本万利。还有北京郊外的古北水镇，依托长城脚下的山水风光，打造成仿古小镇，也是一炮而红。这些成功故事成为各地竞相模仿的榜样。恰逢其时，政府也在大力推动特色小镇建设。2016年，国家相关部门发文鼓励各地打造各具特色的主题小镇，计划到2020年培育1000个左右特色小镇。不少特色小镇以文化旅游为主题，自然就把目光投向了复古风的古城古镇。各地政府听了乌镇、古北水镇这些成功案例，难免心动。一个古镇要是火了，不仅能带动旅游收入，还能提高城市知名度，顺便拉动地产投资，一举多得。于是一哄而上，遍地开花的古镇建设运动轰轰烈烈展开。有人曾统计，早在2012年前后，全国已开发或在建的古城古镇就有2000多座，到如今这个数字可能远超2800座，几乎平均每个县都能摊上2个古镇项目。就拿旅游资源丰富的云南省来说，截至2018年，全省新开工的特色小镇项目就多达710个，累计投资超过633亿元。这样的投资热度，放眼全球也是独一份。然而，古镇建得多了，问题也随之而来。大量新建的古镇千篇一律，撞脸严重。不管你是在江南水乡还是西南边陲，一走进这些仿古街区，映入眼帘的总是类似的场景：飞檐翘角的牌坊挂着红灯笼，小河上架着拱桥，沿街招牌写着客栈茶楼，就连小吃都高度雷同，臭豆腐、烤鱿鱼、手工糖人，口味差不多，安慰千镇一面。许多游客吐槽，全国各地的古镇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逛来逛去毫无新意。更要命的是，不少地方其实并没有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支撑，仅仅靠模仿建筑就想平地起古镇，这就好比硬生生造出了一个空壳子，有形无魂。所谓古镇开发本就是个伪命题，新盖出来的怎么能叫古镇呢？在这种同质化和盲目跟风的背景下，古镇热潮很快从盛转衰。2017年以后，国家不仅对特色小镇的监管，避免无序开发，许多原本轰轰烈烈上马的项目，突然发现游客没那么多，资金跟不上，纷纷陷入困境。一些古镇刚开业没几年就门可罗雀，还有的甚至尚未完工就已停摆。接下来我们就轻松盘点几个各地投入巨资打造却最终烂尾或倒闭的著名案例，看看这些复制古镇是如何从热闹一时变成无人问津的。提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很多人都会想到世外桃源般的美景。湖南常德市自诩是真正的桃花源原型地，早些年决心在桃花源风景区旁打造一个大型仿古旅游小镇。这个项目命名为桃花源古镇，占地约1600亩，规划有明清风格的商业街、特色客栈、古色古香的中式院落，还配套5星级酒店和景区公寓。总投资号称高达50亿元人民币，如此大手笔，当地政府和开发商对它的期望值极高。2014年项目开工时，当地媒体乐观预言古镇建成后每年可吸引600万人次游客，带来30亿元以上的旅游收入，俨然把桃花源古镇当作常德旅游的王牌工程。到了2016年9月，古镇虽然尚未完全竣工，但主街区已经提前开街迎客。最初一段时间，借着桃花源景区的名气和新鲜感，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古镇里也算热闹过一阵子。一位当地人回忆，当年古镇刚开业时，自己的餐馆天天爆满，忙得不可开交。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新鲜劲过去，
加上古镇本身缺乏特别之处，游客减少。到2017年5月，项目全面竣工时，人气反而每况愈下。再后来又遭遇了疫情打击，桃花源古镇几乎被游客遗忘。根据实地探访的报道，如今的桃花源古镇俨然是一座空城。正午时分，偌大的街巷空空荡荡，庭院里长满了齐腰深的野草，街边店铺大多紧闭大门。据说整个古镇里常年营业的也就2-3家小饭馆和零星几家客栈，而且还主要是开发商自己在硬撑场面。偶尔只有5、1、11假期或春天桃花盛开时才会有些游客踪影，平时门可罗雀。当地人直言，这里现在就是个鬼城。对于很多投资了桃花源古镇的人来说，这场梦更是变成了噩梦。常德人刘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年轻时一直在外地打工，攒了一些积蓄。2015年听说家乡要建桃花源古镇，他满怀信心地拿出110万元血汗钱，全款买下古镇里的一间临街商铺，想着以后租出去或者自己做点生意，总比在外漂泊强。谁料古镇建好了没几年就凉了下来，游客寥寥，他的商铺根本租不出去，更别提自己营业钱，110万等于打了水漂。眼看着生活无着，55岁的刘坤只好再次远走他乡，到福建的造船厂打工谋生。像刘坤这样掏空积蓄买桃花源古镇商铺却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的投资者不在少数。他所在的业主维权群里就聚集了350多名类似遭遇的人，大家抱团取暖，真是欲哭无泪。那么当初雄心勃勃的桃花源古镇为何会沦落至此？这里不得不提到它的开发商湖南同源文化古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这家公司背后的同源集团自称是中国古镇缔造专家。同源集团最早正是从2004年在云南楚雄打造宜人古镇起家，后来在全国各地复制模式，先后投资建设了重庆长寿古镇、山西黎侯古城、兰州老街等多个古镇项目，可谓经验老道。常德市政府当初正是慕名找上同源集团，希望复制一个楚雄宜人古镇的成功。然而也许是水土不服，又或定位失误，这一次专家也栽了跟头。桃花源古镇远离常德主城区50公里，地理位置偏僻，除了隔壁有个桃花源风景区外，周边缺乏其他配套和客流基础。而开发商为了回笼资金，大量出售古镇内的商铺、客栈、公寓给个人投资者，指望靠卖房赚钱，却没考虑到后续运营的艰难。一旦游客不足，这些商铺无人光顾，投资者只能干着急。开发商既不愿再投入运营宣传，政府也缺乏有效措施，最终古镇便慢慢走向凋敝。50个亿砸下去，如今成了一座空荡荡的人间盆景，真是令人唏嘘。如果说常德的桃花源古镇好歹建成了实物，那湖南益阳市的江南古城项目则是连画饼都没完成就烂尾了。江南古城原本规划要建在益阳东部新区，占地达3500亩，号称要复刻出一座大气磅礴的江南古代城池。它的投资方来头不小，是原本搞煤炭能源的山东兖矿集团，一家国企巨头。据说项目总投资预计高达76亿元，被列为湖南省重点旅游工程。当年的目标描绘得无比美好，建成后常住人口30万人以上，每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成为长株潭城市群文化旅游的新标杆。听起来简直像要造一座小杭州出来。雄心万丈的蓝图在现实面前很快遇冷。江南古城在2014年启动了一期工程，开发了约300亩土地，建起了20万平方米左右的仿古建筑，包括几栋5、6层的仿古风格楼房和一片四合院式民居。远远看去，城楼牌坊都已轮廓出现。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后续资金迟迟不到位，整个项目一期封顶后就陷入停滞，再也没有继续推进。时至今日，已经10年过去，这片偌大的建设用地杂草丛生，早早建好的楼房和院落因为无人维护，有的墙体剥落开裂，露出破败景象。当地人在公路边还能看到一座写着江南古城的石牌坊，孤零零矗立在荒草间，显得格外讽刺。益阳市相关人士透露，
当年眼矿集团也是响应地方招商引资才涉足旅游地产领域，结果可能是对市场预估过于理想化，再加上眼矿自身在能源主业上后来经历合并改革，腾不出手来管这个副业，江南古城就一直搁置荒废下来了，投入了约10亿元打了地基，换来的只是一堆空壳建筑。当地政府目前也很头疼，这烂尾的古城项目成了摆在眼前的烫手山芋，拆了吧，前期投入浪费；续建吧，又找不到新的资金接盘。一场豪赌最终变成泡影，让人不禁感叹规划建设不可脱离现实，否则真会欲速则不达。湖南可谓在复刻古镇这条路上连连受挫，除了常德和益阳，著名的旅游城市张家界也没能例外。张家界市区原名大庸，有2000多年的历史。当地为了展示自身的历史文化底蕴，决定在市中心兴建一座大型仿古城镇，取名大庸古城。这个项目由张家界旅游集团主导，号称投资22亿元人民币打造，占地面积不小，要把古代城墙、楼阁、街巷完整重现。大庸古城在2021年6月正式开门迎客，本以为会成为张家界市区新的地标和游客必去之地。不巧的是，开业仅1个月，张家界就遇到一波疫情封城，古城项目被迫暂停营业了好一阵子。这一下元气大伤，在恢复开放时，人气始终上不来。根据景区公开的数据，大庸古城自运营以来持续亏损，3年累计亏损超过5亿元。2023年上半年只卖出2300多张门票，平均每天不足20人进园。偌大的古城每日门可罗雀，有网友戏称去那里旅游可以享受包场的待遇。古城里建造的城楼牌坊倒是金碧辉煌，可惜广场上空无一人，只有几盏红灯笼孤零零地挂着，被风吹得吱呀摇晃。沿街原本规划了众多商铺，如今大部分都关门歇业，偶尔开门的几家也鲜见顾客。据报道，在古城入口处甚至可以看到地上落叶堆积，角落蛛网丛生，透着一丝凄凉。如此惨淡的景象引起了当地高层的重视。2024年11月，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还专程去了趟大庸古城考察，现场直言要反思教训，探索新的旅游开发模式，提高投资效益。官话翻译过来就是，这钱怕是打水漂了，下不为例吧。大庸古城的遇冷再次说明复制古镇并非灵丹妙药。张家界本身有世界著名的自然风光，每年来此的游客数以千万计，但大家来张家界是冲着奇山异水的，自然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国家森林公园、天门山这些地方。市区仿造的古城对游客吸引力有限，再加上张家界周边还有凤凰古城等真正有历史风韵的古镇可以去比一比，大庸古城很难留住游客的脚步。况且大庸古城作为国企投资项目，还收取不低的门票，这就更加劝退了不少人。真古城凤凰都不要门票了，你个假古城还收票，谁情愿来呢？于是这座耗资20多亿的新古城只好在落寞中反思了。云南是古镇旅游的热门省份，拥有大理古城、丽江古城这样久负盛名的目的地。本来这些地方都有真实的历史文化基础，但在旅游热潮中也出现了过度商业化和盲目开发的问题。以丽江为例，早在20年前，这里的丽江古城景区开始大规模商业开发，酒吧客栈林立，游客熙熙攘攘。后来为了疏解丽江古城核心区的压力，也为了发掘新的增长点，一些开发商把目光转向丽江古城附近的小镇。例如丽江古城旁的束河古镇，本是纳西族的一个传统村落，历史上也是茶马古道重镇。2003年，一家名叫鼎业的云南本土房地产企业进驻束河，开始对束河古镇进行持续多年的开发改造。鼎业公司在束河修建了仿古商业街区茶马驿站，建起了精品客栈群天域阳光，还造了一个大型购物广场，甚至引入了哈里古酒吧街，把束河打造成一个迷你版的新丽江古城。可以说，鼎业把束河从一个安静的小镇变成了游人如织的旅游区。鼎业也借此名声大噪，一度成为丽江最知名的文旅地产商。然而表面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资金压力。鼎业在束河投入巨大，
又不断扩张新的项目。2020年之后，他们甚至在束河古镇正门外启动了一个占地126亩的丽江束河古镇文旅城大型项目，准备进一步提升配套。但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丽江旅游按下暂停键，鼎业的资金链也急转直下。今年有消息传出，鼎业公司因债务问题走向破产，束河古镇项目旗下的一批资产被法院拍卖，包括未开发的220亩土地、一个免税店商铺和几十套已建成的房产，总起拍价超过5亿元。鼎业辛苦经营了20年的束河古镇，最终还是走到资本终点，令人唏嘘。虽然束河古镇本身还在那里，游客也还有一些，但开发商倒下了，后续运营成了未知数。这说明哪怕像丽江这样的知名景区，如果开发过度，资金运作激进，最后也可能撑不住。不仅本土企业，在云南造古镇的还有一些明星的身影。曾经的演员李亚鹏就跑到丽江投资过一个号称35亿元的大型文旅项目雪山小镇，据说是集艺术、度假、地产于一体的高端古城开发。结果这个项目进展不顺，几年下来耗资巨大却难以为继，项目地如今杂草丛生，许多半建的别墅空置在那里，甚至传出李亚鹏因此欠债官司缠身。可见哪怕名人光环也救不了不接地气的文旅梦想。云南其实是全国文旅小镇开发最活跃的地区之一，除了丽江、大理、西双版纳、腾冲、楚雄等地，这些年都上马了各种民族风情古镇、特色小镇项目。一些企业凭借早期成功，如楚雄的宜人古镇堪称云南旅游的一张名片，每年游客上百万，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然而更多后来者并没有这么幸运，很多项目拿到地后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还是逃不过门可罗雀的命运。如今鼎业的倒下正显示出文旅地产整体的颓势。云南当年那些扎堆开发古镇的公司们，有的已销声匿迹，有的苦苦支撑。在云南楚雄开创辉煌的伟光汇通公司，曾凭借宜人古镇成功走出云南，在全国布局了10多个古镇项目，如河北滦州古城、广西田州古城等等。但据业内人士透露，疫情以来全国古镇项目普遍亏损，不少已经停工甚至变卖资产求生。可以说，当年星罗棋布的文旅小镇，如今真正活得滋润的没几个。古镇遍地开花时热闹非凡，而现在只剩下一地鸡毛。复刻古镇烂尾的现象并不局限于上述地区，全国各地都曾有类似的教训。北方一些城市历史上缺少江南水乡那样的古镇风貌，也不甘落后，干脆凭空造景。例如山东济南就在近年开建了一座仿宋代风格的宋风古城，试图重现宋朝市景。但由于主要还是靠卖房子回笼资金，恰逢房地产市场遇冷，房产不好卖，项目建设到一半就停摆，工地直接烂尾。据报道，宋风古城现在是一片半拉子工程，建起的部分建筑也是空置无人。如果说南方搞仿古还多少有点文化依据，那么北方这一套纯靠想象，更加无人买账。再比如重庆的长寿古镇，曾由同源集团打造，开业初期也风光过一阵子。如今几年过去，有游客反馈，那里也是商业惨淡，只剩下空荡荡的仿古建筑供人拍照，毫无生气。还有山西的黎侯古城、甘肃的兰州老街等项目，据说运营都不尽如人意，甚至有的地方搞起更夸张的大手笔。浙江横店斥资300亿元，复制了圆明园 95% 的建筑群，造了个圆明新园。结果因为缺乏文化共鸣和新意，这庞然大物并没有成为热门景点，倒是引来不少争议和吐槽。总之，从东部到西部，从南方到北方，一批批复刻的古镇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又有相当多迅速的凋零沉寂。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已有上百个文化旅游类小镇处于烂尾或关闭状态，热闹时开张剪彩，鼓乐喧天，冷清时大门紧锁，杂草丛生，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案例给后来者敲响了警钟，也为我们分析古镇热的成败提供了素材。梳理上述种种案例，不难发现复刻古镇频频遇冷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同质化严重，缺乏特色。许多地方在建设古镇时，并没有深入挖掘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元素，而是简单照搬别处成功古镇的模式。结果全国各地的古镇长得差不多，游客逛来逛去审美疲劳，没有新意，就难以持续吸引回头客。本地如果本来没有现成的古镇文化和传说，硬凑一个出来，游客更会觉得索然无味。例如张家界大庸古城就缺乏真正打动人的文化 IP， 对比之下，凤凰古城有沈从文和民俗加成，人家自然更有吸引力。其次，选址和规划缺乏科学论证，盲目上马，很多古镇项目一开始就定位不当，规模过大，地方领导一拍脑袋就要搞几千亩地的大项目，仿佛不砸几十亿显不出政绩。但是一个古镇景区究竟能不能支撑起这么大的体量，有没有这么多游客来消费，这些基本的市场调查往往被乐观情绪所掩盖。常德桃花源古镇地处偏远，周边没有足够客流，却规划了上千亩商业。益阳江南古城更是宏图大得离谱，一个欠发达地区居然幻想建个30万人口的新城，显然是脱离实际。项目过大，后期维护成本高企，而游客寥寥，注定入不敷出。第三，商业模式存在硬伤。复刻古镇本质上属于文旅地产开发，很多投资方拿地建古镇的真正动力，并非景区门票或商铺租金收入，而是在于前期通过销售住宅、客栈、商铺来快速回本盈利。这种以房养镇的模式，在房地产行情好的时候或许还能运转，一旦楼市低迷，售卖困难，整个资金链就断裂，开发商卖不出房，就没钱继续完善景区运营，游客体验差更没人来，形成恶性循环。像桃花源古镇，当初卖了不少商铺公寓给个人，但后续没有游客，这些业主也没有能力自行把古镇运营好，只能任其荒废。另外，一些项目甚至贷款高杠杆推进，一旦现金流断裂，就只有烂尾的结局。总体而言，如果把古镇当成卖房的幌子，而非认真经营的旅游产品，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第四，运营管理跟不上，后续乏力。就算前期顺利建成开业，古镇能不能长期活下去，很考验运营能力。一些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以为古镇开张剪彩了，游客自然会源源不断涌来，于是后续宣传推广、活动策划投入不足，缺少持续的内容更新。久而久之，游客的新鲜感消退，古镇热度下降。如果没有及时根据市场反馈调整创新体验项目，古镇就很难留住人气。反观少数成功的古镇，往往都有强有力的运营团队，不断打造新看点、新玩法，甚至引入演艺、节庆等 IP 活动，才能常办常新。而失败的案例大多是在开业时轰动一下，此后就缺乏维护，慢慢被遗忘。最后，宏观因素和意外冲击，近几年整个旅游行业增速放缓，游客更趋向多元化、个性化的体验，对那种千篇一律的景点兴趣下降。年轻一代旅游者喜欢有灵魂的目的地，比如有真实文化社区、美食或者独特自然风光的地方，单纯拍拍仿古建筑打卡的欲望没以前那么强。另外，2020年以来的疫情对景区经济打击巨大，许多本就经营困难的古镇更是雪上加霜，被彻底拖垮。可以说，复刻古镇热潮的降温有市场自身演变的原因，也是外部环境倒逼的结果。当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大浪淘沙后留下的才是勉强可持续的项目。复刻古镇从兴建到衰败，不仅是一个冷冰冰的投资失败故事，更对当地百姓和参与其中的个人造成了影响。有些原本宁静的村庄小镇，为了建设景区被拆迁改造，村民搬进了仿古风格的新房子，以为靠近景区能享福，结果景区没游客，自己的生活反而不如从前。例如桃花源古镇所在地，一些本地居民的老房子，当年为了建古镇被征用了，开发商给他们优惠价买古镇内的新宅作为补偿。一对中年夫妇就用拆迁补偿款在古镇主街购置了一套带门面的房子，自家住楼上，楼下开餐馆。2016年前后，古镇人气尚可时，小日子过得挺滋润，饭馆生意红火。但这2年
游客稀少，餐馆几乎没客人上门，他们也只好关门歇业，靠其他零星收入维持。好在房子是自己的，不用交租，可偌大的古镇空荡荡，他们每天睁眼看到荒草丛生的街道，心里不是滋味。本想在家门口创业致富，结果又回到了清冷的田园生活，一切仿佛绕了个圈。对于那些外来投资买铺位的人来说，处境就更尴尬了。他们很多人既非本地人，也不亲自经营，全靠景区繁荣才能坐享其成收租金。现在古镇冷清，他们的店铺客栈根本租不出去，还要照样每年交物业费、维护费，1分钱收益没有。有的人干脆自认倒霉，想低价转卖，可几乎无人问津，砸手里走也走不了。刘坤这样的打工族，把多年积蓄投进去，换来的却是一套空空如也的商铺，只能叹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可以说，这些投资客在古镇幻灭中充当了接盘侠的角色，成为最后买单的人。从社会层面看，一个大型古镇项目烂尾，地方政府形象和财政也会受到影响。本以为是政绩工程，结果变成了烂摊子，领导挠头，百姓埋怨。有些地方为了建古镇负债累累，最后债务留给了政府和银行，而原本期望的就业、税收、旅游收入没了着落，地方发展还可能因此错失别的机遇。这2年，一些地区开始反思之前盲目上马的文旅项目，像贵州独山县，此前因为疯狂举债建各种形象工程闹得全国皆知，最终政府不得不公开甩卖资产，引入纾困措施，才勉强稳住局面。当地百姓对那些劳民伤财的瞎折腾工程怨声载道，有网友感慨，本来几亿元可以用来改善民生，结果盖了个没用的空城，不仅浪费钱，还影响发展。当然，也有一些幸运儿，在古镇开发初期，趁着热度，有的人赚到了钱，例如第一批进驻宜人古镇或其他成功景区开店的商户，可能这些年确实发家致富了。只不过随着大环境变差，他们当中的不少人也逐渐退出。古镇里如今剩下的，多是走也走不了的小商小贩和仍怀一丝幻想的原住民。有的古镇空置太久，原本搬走的村民甚至又搬回来住，把仿古店面当住房，将就过日子。这一幕幕现实状况，使得复刻古镇从当初宣传中的造福一方，变成了如今的鸡肋一块。对于各地复刻古镇批量烂尾的现象，广大网友也是议论纷纷，吐槽不断。大家一方面对这些巨额投资打水漂感到震惊，另一方面也发挥幽默感，自嘲式的评论起来。有人改编了一首老歌来讽刺特色小镇热潮，小镇故事少，充满假和抄调，调侃这些新建古镇既缺少真实故事，全靠砸钱堆砌。意思是古镇里到处都是假的古董、假的民俗，只剩大把钞票打了水漂。这句顺口溜在网上广为流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还有人笑称这些仿古景区是建给鬼看的，因为平日里空无一人，仿佛只有鬼魂在闲逛，真正成了名副其实的鬼城。有网友晒出自己在某空荡古镇里的照片，夸张地写道：整条街就我一个活人，走路都能听见自己的回声，感觉自己像误入生化危机片场。这种调侃虽是玩笑，却真实反映了古镇空旷冷清的窘境。对于古镇千篇一律的问题，网友们也发挥想象力，吐槽不用定位我也猜得到，前面拐角处肯定有家卖臭豆腐的。到了一个陌生古镇，只要看见我在 XX 很想你的拍照牌子，就知道已经被骗进假景点了。大家甚至总结出了古镇8大件：青砖灰瓦房、乌篷船、小石桥、功德箱、臭豆腐、烤鱿鱼、义乌小商品、网红拍照框。无论走到哪座古镇，这几样元素基本逃不掉。一些网友戏谑的建议，可以把这些仿古小镇打包做成一个全国通用古镇模板，以后哪个地方再想建，直接 copy 代码就行了。当然，也有较为理性的声音开始反思。有人评论，古镇不在建筑，在文化，没有文化的仿古就是搭舞台。也有人提议，与其让这些空城一直荒废，不如另辟蹊径加以利用，比如改成影视拍摄基地或创业园区，说不定获新生。这些讨论说明大众并非一味嘲笑，
其实也希望找出路子来避免浪费。总的来说，网络上的调侃折射出大家对复刻古镇热潮降温的看法。一方面觉得这些年确实搞出了不少笑话工程，另一方面也意识到文旅项目不能再这么玩下去了，需要回归理性。毕竟资金、人力都是宝贵资源，经不起这样反复折腾。曾几何时，各地兴建复刻古镇，仿佛成了一剂发展灵药，人人争抢。然而实践证明，文化旅游的发展绝非简单复制建筑就能成功。真正吸引游客、留得住人气的古镇，往往是历史与现代融合得当，有自己的独特故事和生活氛围。如果只是建一堆仿古建筑而没有灵魂，游客来了也是走马观花，很快就散去。如今古镇热正逐渐退烧，这并不见得是坏事，反而意味着行业开始冷静下来反思。在未来，或许我们会看到更理智的文化旅游开发，与当地真实文化深度结合，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老街区，而不是大拆大建造假古董。同时，对于那些已经烂尾的古镇，也期待有关方面能够因地制宜，找到新的出路。例如引入影视拍摄、研学、旅行，甚至变身大型实景游戏场馆等等，给空荡荡的建筑重新注入人气。如果能变废为宝，或许还能将失败的菌转化为宝贵的经验。最后，用网友的一句话作结：古镇还是原汁原味的香。无论科技如何进步，复制快捷方式终究复制不了文化的厚度。一座城市与其斥巨资复制古镇，不如保护好身边真正的历史遗存，传承自己的故事，让古镇回归文化本质，多一些真诚，少一些功利。那么古镇旅游或许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局，不再上演一哄而起、一地鸡毛的戏码。古镇需要的是灵魂，而不是一纸图样。希望经历过这轮大起大落之后，各地在发展文旅项目时都能三思而后行，让每一个建设出来的小镇都名副其实，各美其美，而不再成为下一个桃花源空城或烂尾工程。毕竟，历史文化不是复刻出来的，只有真正融入生活，才能留下岁月的芬芳。